近期沉寂已久的前恒大高管又爆出2条最新消息，一条是许家印，另一条是他的二把手夏海军。在恒大暴雷4年后，這對曾經的上下級走上了2條完全不同的人生軌跡。許家印西線淋雨，眼睜睜看着自己花18億在倫敦購置的別墅被流浪漢佔據，卻無能為力。夏海軍則陽光沙灘，出入高級俱樂部，還敢伸手向國內要錢。先看許家印的消息，據英國老牌媒體《衛報》報道，日前有個位名叫安德魯的流浪漢佔據了許家印在倫敦的別墅，他在寬敞的門廊前安營紮寨。這麼做的好處是，既不會違反法律規定，又沒有私闖民宅，又能夠享受頂級富人區的優渥生活環境。據附近的鄰居爆料，安德烈衣着乾淨，每天大部分時間就是在打理不知道從哪裡撿來的鮮花，累了就躺在帳篷裡睡覺，無聊時就帶着收養的流浪漢圍着別墅散步，一副與世無爭的樣子。尤其是堆滿了門廊的鮮花，讓這座死氣沉沉的別墅平添了幾分動人的色彩。2020年，或許是為自己鋪後路，許家印與丁玉梅開始大舉購入倫敦房產，其中最貴的就是這一棟佔地6000平方米，有7層樓高，配備了45個房間的大別墅。該別墅地理位置非常優越，推開門就能看到倫敦市地標建築海德公園，周圍的鄰居非富即貴。據說為了方便日後子孫上學和兼顧理財，許氏夫婦還買了30多套學區房用於出租。諷刺的是，目前這些房產已經悉數被法院凍結，丁玉梅只能帶着家人寄居在朋友家中，每個月從凍結賬戶中提取2萬英鎊的生活費。說到生活費，就不能不提到恒大另一位高管夏海軍，他的資產也被凍結了，每個月僅可領取5萬港元的生活費。但是夏海軍並不滿意，日前他已正式通過律師向香港法院提交申請，希望將生活費的額度提高至每月33萬港元，以應付家庭開支。我們普通人可能很難理解，為什麼每月5萬港元的生活費都不夠夏海軍一家人花的？律師在法庭上列舉了一些必要支出，如給女兒買第2的箱包，給兒子支付私校的費用，出入高檔俱樂部的會費、醫療保險、房產稅等。以比較透明的房產稅為例，夏海軍在加州一共有3棟總價在3000萬美元以上的別墅，每年房產稅支出約45萬美元，外加保險稅9萬美元，物業費2.4萬美元，維護費15萬美元。夏海軍每年光花在房產上的硬支出就高達71.4万美元，約合550萬港元。這麼算，法院批准的5萬港元連零頭都不夠。而且夏海軍認為自己早已從恒大離職，且個人並沒有破產，所以不應該遭受懲罰性凍結。事實真的如此嗎？至少債權人並不這麼認為。債權人的理由是，有證據顯示時任 CEO 的夏海軍知曉並參與了恒大的財務造假。2019年到2020年，恒大通過會計手法虛增了5460億港元的利潤，並且以此為標準大肆向股東分紅。直接受益人有許家印、丁玉梅、夏海軍及 CFO 潘大榮，他們被控套走了近600億的現金分紅。既然所得有非法部分，當然要凍結夏海軍的資產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自2007年加盟恒大以來，夏海軍累計獲得了18.5億港元的報酬，其中的一部分变成了美國的固定資產，另有6億港元趁着恒大刚暴雷的混亂期被運往了海外。因為有複雜的海外公司架構，這些錢未被凍結，支撐起了夏海軍一家奢華的海外生活。只是不知道夏海軍在看到前老板在國內身陷囹圄，老板娘在海外東躲西藏時会做如何感想。其實早在認識許家印之前，夏海軍在資本圈已頗有名氣，在中信工作期間操盤過不少企業的上市事宜，經常游走於內地、中國香港、美國為客戶拉投資。2007年恒大正值冲刺上市的關鍵時期，許家印急需一名懂得資本運作的高手，在朋友的介紹下，他認識了當時已經把生活重心放在加拿大的夏海軍。為了促成其回國，許家印承諾，你可以先回國看看，先做常務副總裁，年薪500萬，如果幹得好，3個月後我就把總裁的位置讓給你。夏海軍接下了挑戰，正式加盟恒大，並且憑借強悍的資本的運作能力贏得了信任，迅速坐穩了總裁的位置，開啟了他長達15年的恒大2號人物的生涯。在恒大內部，許家印經常大發雷霆，當眾痛罵高管，但是對夏海軍卻始終給予極高的尊重。許家印負責定下恒大的戰略，夏海軍負責執行，幫恒大融來上千億美元的債和銀行貸款。隨着恒大銷售額的一路狂飆，夏海軍的薪資如火箭般蹿升，到了2017年，他以2.7億元的驚人年薪登領福布斯職業經理人榜單，成為遠近聞名的打工皇帝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夏海軍回國後從未將家人接過來，他的妻子孩子仍留在加拿大生活，每天夏夫人都會算着時差打電話給夏海軍查崗，結果夏海軍經常以正在開會為由掛斷電話，這引起了夏夫人的疑心，哪有公司天天開會到凌晨2、3點的？於是他沒打招呼便飛回國內查看情況，發現丈夫真的在開會。當年這篇報道被恒大的公關團隊和各大財經媒體瘋狂轉載，在那個房地產的黃金時代，這段故事被用來讚美恒大高管的狼性文化、許家印的鐵腕治軍以及夏海軍的敬業奉獻。現在回過頭來看一看，感覺夏海軍確實是高，或許他在進入恒大工作的那一剎那已經算到了今天結局，才能為自己留一條後路，以與家人團聚的名義遠赴海外，再也沒回來過。